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。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。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《道德经》第57章。在这一章中，老子围绕治理的原则、制度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，尤其聚焦于政权的运行逻辑与个体自我修养之间的张力。他并没有直接批评哪种政体或哪种法律制度，但通过一连串的观察与判断，层层推进出一个关键性的观点：真正的秩序不靠强制建立，而是在无为中自然形成。老子首先开篇指出3种典型的治理方式：以政治国，以其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这句话中，以政治国意味着在正常状态下治理国家应依正道；合乎常规，以其用兵是指战争并非常态，一旦要使用兵力，便须以非常规手段应变制敌。而最有深意的一句是以无事取天下，即最终能够取得天下、安定社会的，不是因为干预的多，而恰恰是因为不多事。这不是对无能或懒政的辩护，也不是简单的唱反调，而是对人类社会深层运行机制的一种哲学洞察。人类所构建的制度和规则，越是密集，越是复杂，就越容易导致扭曲与反弹。在这一章中，他用4个并列的句式对制度与人性之间的反作用作出揭示：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，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其物滋起，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每一句都是社会现实的镜像，每一句也都是对治理者的警告。忌讳多了，意味着禁令和规则充斥社会各个角落，但民众却更穷困。为什么？因为规则本意是设限，但一旦设置过多，便造成行动成本升高，小民难以生计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结构性问题。在当代，我们是否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？在某些行业，合规成本越来越高，办事流程越来越繁，最终导致真正想干事、想创业的人越来越被边缘化，而监管成本的提升，往往并没有带来更好的秩序，反而强化了权力寻租的空间。第2句，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。利器并非指普通工具，而是指高端技术、强力武器，或者是带有强制性质的制度工具。我们看今天信息化、智能化、军事化，监控手段高度发达，可这是否就真的让国家治理更清明了？恰恰相反，过度依赖技术理性，忽视人本精神的体制，容易让社会陷入一种机械化运转的麻木状态。行政系统越来越复杂，治理过程越来越封闭，反而离真正的清明之治越来越远。第3句，人多技巧，其物滋起。这里的技巧是指技术与巧思的泛滥，其物是指新奇而奢靡的事物。老子在此指出，社会越推崇技艺巧思，奇异物品便越层出不穷。从消费文化的角度看，这预示了物欲膨胀与炫技倾向的蔓延。比如，我们今天大量投入时间在炫酷的产品、猎奇的内容、精致的外在包装上，但往往忽略了事物的根本价值。在家庭生活中，这样的逻辑也无处不在。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倚重竞赛、包装技能和证书，而非真正的品格修养与内在安宁。技巧之风一旦盛行，个体便容易陷入一种不断攀比、不敢停下的焦虑之中。第4句，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这句最具讽刺意味。法令越完备，犯罪反而越多。看似违反常识，但深思之下，这却是一种制度反噬的现实。当社会的法令过多过细，触法的风险就无处不在，法律的权威被消解为繁文缛节。而一旦人对规则不再信任，就只剩2种选择：
要么彻底服从，牺牲主观能动性，要么钻空子，利用规则的盲点来谋利。盗贼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偷，而是指一切游走于制度灰色地带，以巧取豪夺手段谋求私利的人。在这样一个社会中，守法反而变成了负担。老子并不是主张不要法律、不要制度，而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迷信形式的正义，而忽视人性与结构的根源。他在接下来的句子中，通过圣人的立场提出了另一种治理思路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这4句不是简单的对照语句，而是从我治理者本身的行为状态出发，观察到社会整体的反馈机制。无为是指不刻意为之，不越俎代庖。在工作场景中，如果一个团队领导凡事都插手，一点自主空间都不给员工，很可能会让员工失去成长动力。但如果领导保持适度放手，让团队成员在试错中成长，反而会培养出责任感与协作精神。治理亦是如此。制度越能容纳多样性，越能尊重个体自治性，社会才有真正的活力。好静而民自正，这里的静不是懒散，而是稳重，不躁动。在一个领导者、一个父母、一个制度制定者的角色中，如果自身焦虑、急于干预、好动好变，那么底下的人也会感受到那种不安与无序。反之，若执政者能够安住于大局，把握节奏，不被情绪或短期利益所牵引，那么民众也能从中获得稳定感，自然会倾向于自律与自正。第3句更接近社会制度层面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看似悖论，实则精准。治理者不多事，意味着不滥用行政权力，不制造多余的干预，于是民众可以自由地开展经济活动，自主谋生。在很多经济政策中，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资源，而是过度的审批、干预、限制，导致创造力被封锁。只有当制度放宽手脚，资源才能有效流动，财富才会真正落在多数人手中，而不是被困于层层权力结构中。最后一句，我无欲而民自朴，这不仅是治理原则，也是自我修养的关键。治理者若自身贪图权力、财富与荣耀，那么底下的人便以此为榜样，社会风气自然浮躁、功利。而当治理者能够守住自身的节制，不为名利所动，才能带动整个社会回归质朴、回归真实。老子在这章中所讲的，并不只是一套政治主张，而是一种跨越历史与制度形态的哲学态度。他所批评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类政策，而是人类普遍倾向于过度设防的心态。在制度的构建中，我们常以为越严密越安全，越复杂越科学。然而，真正有效的制度，往往并不是控制一切，而是信任与引导，让个体在规则的边界内自我成长。从家庭到国家，从公司管理到社会结构，第57章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追问：我们要怎样的秩序？我们相信的是靠制度维持的表面稳定，还是靠道义与内在修养支撑的真实秩序？这就涉及到个体的责任。在制度环境尚不理想时，自我修养就更为重要。我们不能指望所有政策都完美，所有系统都透明，但我们可以从自身出发，减少技巧，淡化欲望，尊重规则，但不盲从规则。这种内在的秩序感，才是老子所说的民自化、民自正的起点。而这也意味着，任何社会制度的优化，不应只是立法者与官僚的责任，更是一种全民参与的道德运动。当人们在心中确立了对道的理解与认同，那么即便外部制度不够理想，社会依然能维持基本的运行秩序。相反，如果人人都把规则当作博弈工具，
那么即使再严密的制度，也无法真正约束人心。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出第57章是一章极具现实意义的文本，它既揭示了过度治理的弊端，也提供了一条从无为出发的替代路径。无为不是懒政，而是深度信任与有意识的让渡。不多事不是逃避，而是放下控制的执念，让社会本身的自组织能力得以发挥。它呼唤的不仅是制度层面的简约，更是人心深处的一种退让与节制。下一章中，老子将继续从另一个角度切入，讨论政治上的正与不正、急与不急，并通过对病态社会现象的揭示，来深化他对于道的实践路径的阐述。如果你也曾感受到社会中的正义往往伴随着不正之气，或曾困惑于吉兆背后的隐忧，那请一定不要错过下章的深入解析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